微软即将停止 IE 浏览器的多样服务，陪伴了我们多年的 IE 准备要走入历史了。究竟 IE 当初是怎么样的席卷全球，又是为什么跌落神坛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好朋友 IE 浏览器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不久之前，微软宣布从今年11月开始，将陆续的停止支援 IE 浏览器的各种服务。而在未来的几年呢，用户能在 IE 上面体验到的功能只会说是越来越少。可以说，陪伴我们多年的 IE 已经一脚踏入棺材了。那说起来也是蛮可惜的 ，IE 曾经是世界上面最受欢迎的浏览器，巅峰的时期呢，包办了全球90%以上的市场。但最近几年IE 却因为效能追不上其他的对手，渐渐被大家抛弃，甚至沦为了乡民们嘲笑的对象。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面搜寻 IE 找到的迷因图可能比正常的图片还多。那说到底曾经雄霸一时的 IE 浏览器是怎么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的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IE 的前世今生吧。1990年代的初期，网络渐渐的进入人们的生活，而网站的数量也开始快速的成长。不过在那个年代，上网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，光是要打开一个网站，可能就要花上好几分钟。而载入之后呢，网站上面的文字图片又不一定能够正确的显示，造成了大家不小的困扰。而这个时候，人们开始了解他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网页浏览器，才能够流畅正确的看到每一个网站的内容与图片。也因为如此呢，各个单位纷纷的投入研究，希望能够打造一个简单好用的浏览器，让所有人都能够轻松的上网。而身为科技巨头的微软呢，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1995年，微软推出了全新的产品 Internet Explorer，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IE 浏览器，作为进军网络世界的主产品。而为了要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微软必须要击败当时的网络巨人 Netscape 网景。网络刚开始发展的时候，网景是率先投入浏览器开发的先驱之一。他们的产品网景领航员市占率曾经高达90%左右。像是1997年的经典动画《蓝色恐惧》里面出现的浏览器就是网景领航员的实况画面。网景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可见一斑而面对快速起步的 IE 呢，网景也不敢掉以轻心，不断的在产品上面推陈出新，与微软展开了第一次浏览器大战。而两间公司不止在台面上面进行规格的比拼，连台面下面呢也是火药味十足。有个小故事是这样子的1997年微软推出了 IE 4.0 版本的时候，有一群调皮的微软员工把 IE 的 logo 移到了网景公司的草皮上面，想要耀武扬威一番。而网景的员工看到之后也马上换颜色，让自家的吉祥物把 IE 踩在脚下，还挂上了 Netscape 72%、IE 18% 的纸牌，用当时市占率的差距呢，狠狠的羞辱了 IE。然而网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样的情势在2年之内就被逆转了。毕竟微软还是经验老道的科技公司，面对强大的网景，他们用了2个方法来翻转局面。第一个是银弹公式，跟网景相比呢，微软不论是公司的规模还是资本都完胜对方，他们砸下了大笔的研究经费，让浏览器的效能呢能够快速的提升。而第二个则是捆绑销售，直接在 Windows 系统里面装上了 IE， 不让消费者有选择其他浏览器的机会。而不出微软所料，这2招呢立即见效，让 IE 的用户数量急速的成长，在1998年市占率成功的超越了网景，而几年之后呢，更是完全的碾压对方，赢下了第一次的浏览器大战。而接下来几年呢 ，IE 稳稳的坐上了全球浏览器霸主的地位，甚至连死对头苹果电脑呢，都一度使用 IE 作为 Mac 的预设浏览器。而在2002到2003年期间呢 ，IE 更是爬到了巅峰，全球市占率高达95% 以上，整个世界几乎都在 IE 的版图之内。只不过在 IE 声势如日中天的同时，台面下却是暗潮汹涌。当时主要有3家浏览器蠢蠢欲动，想要分食浏览器的大饼。第一家呢是苹果的 Safari，2003年苹果自行开发出了Safari 成为了苹果电脑与手机的预设浏览器，而 Safari 提供了全新的浏览器使用体验，设计上呢也沿袭了这个苹果一贯的美感，虏获了果粉以及不少新使用者的芳心。而第二家呢是来自于挪威的 Opera 呢是一个老牌但相对小众的浏览器主打呢是轻巧方便，可以快速的载入网页，也不会呢占用电脑太多的资源，对于网速不快或者是想要节省流量的用户来说是非常实用的。而第三家呢则是 Firefox 火
狐。火狐可以说是网景当初被击败之后催生的新产品，有一个非盈利社群共同的经营。除了安全性号称比 IE 更好，更大特色呢是有大量的外挂程式可以扩充，用户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，自由的将浏览器改变成为自己喜欢的样貌。那从2004年开始呢，这些品牌开始频繁的推出新的产品，也宣告了浏览器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，而第二次浏览器大战就这样子正式的开打。跟第一次浏览器战争相比呢，第二次并没有那么的激烈。火狐Opera、Safari 瞄准各自的客群慢慢的成长，而不久之后，随着手机、平板越来越普及，行动版浏览器也加入了竞争的行列，蚕食着 IE 的地盘。而面对这样子的围攻呢 ，IE 的客群开始萎缩，只能靠着绑定 Windows 系统维持住第一名的宝座。不过几年之后，一位新选手加入了战场，让浏览器的版图分配从此洗牌。那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就知道还有一个角色没有登场。没错，这位新选手呢，就是 Google 的 Chrome。2008年 ，Google 集结了各家浏览器的优点，推出了上手容易、效能强大的 Chrome。不仅运算快速安全性高，还推出了很多令人惊艳的新功能。举例来说呢，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分页相关功能，就是当时主打的重点特色之一。而 Chrome 推出之后，许多人一试成主顾，纷纷舍弃原有的浏览器，投入 Chrome 的怀抱。而2022年 ，Chrome 与 IE 黄金交叉，成为了市场上面最大的浏览器提供者。接下来更是一路的爬升，将其他的竞争者甩在后头，成为了第二次浏览器大战中最后的赢家。而近年来 ，IE 在 Chrome 的威逼之下，市占率惨跌到只剩下个位数。那虽然微软团队有努力的提升 IE 的竞争力，但由于 IE 背后的这个程式架构比较老旧，版本更新的频率呢又慢，一直追不上其他浏览器的开发速度，让 IE 被全球给嘲笑，沦为这个迷因的主角。那像是呢，常常可以看到各种迷因嫌弃 IE 的这个速度慢到掉渣，又有很多人笑说呢，现在 IE 唯一的功能呢，只有下载其他的浏览器而已。而有的时候呢，这把火还会烧到我们自己身上。如果我们反应慢了一点点呢，没有跟上时事就会被酸说你们是用 IE 吗？可以的说，目前 IE 呢在网络界的名声已经完全是惨不忍睹了。而面对 IE 根深蒂固的负面印象呢，这个2015年微软决定要大破大立，推出全新的浏览器 Edge， 将重心渐渐的转移 IE。而在今年呢，微软更是在宣布说，从11月开始将要陆续的停止支援 IE 的各种功能。那虽然说不会直接让 IE 停止运作，但这样的举动呢，等于是在呼吁用户要慢慢的舍弃 IE， 让它迈向自然死亡，也宣告了 IE 的时代正式的画下了句点。那么下一个浏览器霸主是谁呢？虽然说 Chrome 目前遥遥领先，但它其实也有令大家诟病的地方。举例来说 ，Google 呢主要是靠贩卖广告版位来盈利的，不少人就质疑用户在 Chrome 上面的资料使用数据呢会被广告主拿去分析，造成各自的外泄。而现在大家在选择浏览器的时候，看的也不只是速度或是功能，隐私保护呢也是越来越被在乎的重点。而这也让其他的浏览器重新得到关爱的眼神，像是近几年创立的 Brave 浏览器都强调能够挡下广告跟追踪程式，保障使用者的隐私，借此吸引注重个资安全的这些客户使用他们的浏览器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像是 Firefox、Safari 或者是 Opera 等等的浏览器也不断在进化，在近几年的评比当中呢，与 Chrome 呈现了不相上下的拉锯战。尤其微软新推出的 Edge 在各方面的表现也是令人惊艳的，被誉为呢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浏览器之一。那未来 Edge 能不能够替 IE 报仇，把 Chrome 再次的拉下网位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我们在查完资料之后呢，觉得真的是蛮感慨的网络世界的竞争比实体店家更加的残酷激烈，品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逆天的成长，也可以在短时间内呢迅速的陨落。只要转型的速度不够快，就注定的会消失在历史的洪流当中。在过去的短10年内呢，我们已经跟 MSN 即时通、Skype、无名小站等等软体或者网站说再见。那或许现在许多人爱用的 YouTube、IG， 再过几年呢，也会被新的软体踢出市场，成为过去式也说不定。而最后，之所以会想要做这支影片呢，也是想要纪念一个时代的结束。相信许多观众都跟我一样都是一路用着 IE 长大的孩子。那为了感念 IE 曾经的陪伴，我们这支影片呢，特别使用 IE 来上传。那如果 IE 也曾经参与你的青春，不妨重新打开它，缅怀一下时代的眼泪吧。好的，那 IE 的故事呢，就先说到这里。今天想要来问大家是，你还有在用 IE 吗？ A 有，我是 IE 的死忠用户。 B 有，但我也会用其他的浏览器。 C 没有，我只用 IE 来下载 Chrome。 D 没有，我已经改用 Edge 了。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 IE 的前世今生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PTT 是怎么样的地方。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明晚再见喽，拜拜。